Hello，大家好，我是苗主。2020年，一个俄罗斯女人带着孩子前往墨西哥去见前夫，抵达后，女人就失去了联系。就在人们认为前夫有重大嫌疑的时候，前夫竟然死了，而且死因不明。这是近年来最离奇的跨国失踪事件之一。他们留下了一个只有3岁的孩子，因为夫妻俩还有巨额财产，所以本案从失踪案又演变为监护权争夺案。但是故事远远没有结束。家属翻看了夫妻俩的通讯记录，发现丈夫曾经逼迫妻子加入一个神秘的组织。那么这起跨国失踪案是否与这个组织有关呢？故事就发生在叶卡捷琳堡，它位于莫斯科的东方，是俄罗斯的第4大城市，也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军事基地，被称为乌拉尔之都。失踪的女人叫埃琳娜·托尔斯托布洛娃，她的背景非常简单，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座城市里工作，向国内外出售工业产品。因为她的工作业绩十分突出，很快就成为了销售部门的经理。在工作中，她结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瓦蒂姆·马宁。他是一名商人，与埃琳娜的年纪相差很大，埃琳娜只有32岁，而瓦蒂姆已经44岁了，并且他与埃琳娜完全相反，背景特别复杂。他有双重国籍，俄罗斯和墨西哥国籍，他是一名俄罗斯人，长期定居在墨西哥，但是父母则住在美国。2016年左右，他从墨西哥来到了叶卡捷琳堡，由于生意上的往来认识了埃琳娜，两人一起约会，并很快生活在一起，还共同养育了一个孩子。但是好景不长，两人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埃琳娜的个性非常独立，她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交际圈，每天都忙着与客户联系，而丈夫瓦蒂姆不喜欢她太独立，希望她能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上。为了摆脱丈夫的影响，埃琳娜选择了和平分手。她带着孩子在叶卡捷琳堡生活，但是依然与瓦蒂姆保持着朋友的关系。瓦蒂姆会支付孩子的所有费用，并且每年都会将母子2人接到墨西哥度假。在太平洋海岸上有一座美丽的旅游城市巴亚尔塔港，它位于班德拉斯海湾，属于墨西哥的一部分。瓦蒂姆就住在这座城市的威尼斯人酒店，他买下了其中的一间酒店式公寓。2020年，埃琳娜与每年一样来到了巴亚尔塔港度假。不过今年她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为儿子办理墨西哥国籍。她的儿子今年3岁，在美国出生，所以她可以拥有3个国籍，分别是俄罗斯、美国和墨西哥。2020年10月2日，埃琳娜与儿子抵达巴亚尔塔港，她在社交账号里发布了一张可疑的照片，照片里没有她的影子，只有仙人掌、咖啡馆和略微晃动的镜头。这是她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画面阴暗，并不清晰，这一点也不像她的风格。埃琳娜是一个爱美的女人，以往她发布的每张照片里都有自己或者是儿子。这张照片似乎只是证明她已经抵达了墨西哥，在这之后她就失去了所有联系。按照计划，埃琳娜应该定期与同事沟通工作进展。10月3日与墨西哥的朋友玛利亚见面，10月5日返回俄罗斯。可是第2天，玛利亚来到酒店，她以为埃琳娜已经到了，而瓦蒂姆说她还没有来墨西哥，因为她的文件被推迟了2周。至于埃琳娜在哪儿，她也不清楚。这显然与玛利亚了解的情况不一样。于是玛利亚多次前往酒店，但警卫说没有看到埃琳娜和孩子出现，只有瓦蒂姆正常出入酒店。埃琳娜是个一向守时的人，她突然不再接电话，并停止了在社交网络里的一切活动，这引起了家人和朋友的怀疑。既然瓦蒂姆的话有漏洞，于是家人转而联系了瓦蒂姆的兄弟丹尼斯。丹尼斯说他会去询问埃琳娜的情况。紧接着更加可疑的事情发生了。在10月4日，瓦蒂姆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全家人紧急飞往墨西哥，然后停止接听埃琳娜家人的电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如此紧张呢？10月6日，瓦蒂姆回复消息说埃琳娜一切很好，只是不想说话。这与他之前说的埃琳娜要延迟2周抵达前后矛盾。10月8日，埃琳娜的母亲勉强联系上了瓦蒂姆的兄弟丹尼斯。丹尼斯只是说瓦蒂姆已经将埃琳娜送回俄罗斯了，然后关掉了电话。第2天，玛利亚又赶到了酒店打听消息，这次保安反而说埃琳娜母子就住在公寓里，一切都很好。前一天，丹尼斯不是说已经将埃琳娜送回俄罗斯了吗？那公寓里的母子又是谁呢？
玛利亚有些惊慌失措，她预感到了埃琳娜有危险。到此为止，所有的消息都是矛盾和混乱的。埃琳娜母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能只有瓦蒂姆才知道真相，但他一直在撒谎。在此期间，埃琳娜的家人向俄罗斯警方报警，但是警局只能出示一份报警回执，并不能前往墨西哥寻找失踪的埃琳娜。家人又联系了驻墨西哥的俄罗斯使馆，使馆也出示了一份解释说明，寻找失踪人员并不在其职责范围内。10月12日，瓦蒂姆也向墨西哥警方报了警，但他的报警原因不是埃琳娜失踪，而是埃琳娜偷走了自己的8万美金，然后扔下了孩子一个人离开了。警方询问他，埃琳娜什么时候离开了呢？10月3日，这是瓦蒂姆的正式回答，而报警却等了10天。这中间公寓里发生了什么呢？据一位邻居说，这几天瓦蒂姆的公寓里突然开始维修，更换了家里的管道，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埃琳娜作为一名销售经理，独立女性，她并不缺钱。经过调查，她本身也没有任何的债务问题，所以说她偷走8万美金的事情很难让人相信。在她失踪的2个月以后，埃琳娜的母亲收到了索要赎金的信息。一个自称是海湾卡特尔的组织成员通过 WhatsApp 联系了她，消息说埃琳娜还活着，只是被他们绑架了，并索要3000美金。经过了解，电话号码的注册地来自墨西哥，墨西哥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叫海湾卡特尔的组织，而且它还是墨西哥最古老的组织，拥有5至10万名成员，活跃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但是这条赎金信息却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它既没有提供埃琳娜的照片和录音，赎金的金额又太少了，所以埃琳娜的母亲没有支付这笔钱。不过这条赎金信息并不是空穴来风，瓦蒂姆本人很可能与某些秘密组织有来往，甚至可能就是某些组织的成员，因为在案件的调查中发现了瓦蒂姆与埃琳娜之间的加密信息。在信息里，他们都表示自己深爱着对方，也都爱着孩子，并不想分手。但是瓦蒂姆向埃琳娜提了3个条件，第一条是加入他们的组织，并且没有提到组织的名称；第二条是完全停止与所有朋友的联系；第3条是改变语言，学习用西班牙语和英语交流。如果埃琳娜同意，2人就可以和解；如果不同意，他们的关系将完全破裂，并且以停止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作为威胁。在埃琳娜的回复中可以感受到，她的意思可能是拒绝了瓦蒂姆的要求，并且说她已经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她会告诉儿子，你的父亲还活着，但他不想见你，也不想与你说话。虽然他在网络上的回复是拒绝的，但是反过来想，如果现实中他接受了瓦蒂姆的条件呢？他将遵守第2个条件，完全停止与所有的朋友交流，也就是类似现在的这种情况，他活着却没人能联系到他。但是这一点也有漏洞，那就是他为什么也与家人停止联系呢？这不在3个条件里。所以埃琳娜的失踪很可能与前夫有直接关系，人们怀疑是瓦蒂姆将她藏了起来，甚至有人说瓦蒂姆的家里有个密室，专门用来关押埃琳娜。不过这只是一个传言。瓦蒂姆在莫斯科、美国和墨西哥都有房产，因为他的生意涉及这些地方，所以他想把埃琳娜藏起来，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这件事情被俄罗斯的媒体广泛报道之后，也引起了墨西哥警方的注意。他们来到了瓦蒂姆的公寓，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埃琳娜生活过的痕迹。在询问埃琳娜的外貌特征时，瓦蒂姆竟然把埃琳娜右臂上的纹身说成是左臂，头发的颜色也说成是深绿色。他为什么会说错呢？还是在他的记忆里，埃琳娜的形象出现了偏差呢？埃琳娜的父母曾经想在墨西哥雇佣一名当地的私人侦探调查瓦蒂姆是不是将女儿藏起来了，但是每天的价格是500美金，还没有查到任何结果的时候，他们已经支付不起这笔费用了。瓦蒂姆的嫌疑越来越大，女儿还没有找到，新的谜团又出现了。在埃琳娜失踪的6个月以后，2021年5月，瓦蒂姆竟然去世了。他只有48岁，但死亡原因不明。这是因为他去世的细节官方拒绝透露，被保密了。这让埃琳娜的失踪事件更加神秘。这对夫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埃琳娜是瓦蒂姆藏起来了，那么瓦蒂姆死后，埃琳娜应该出现，因为他要照顾自己的儿子。可是依然没有埃琳娜的任何消息。现在他们的孩子尤里成为了一个国际孤儿，
而且是各方争取的对象。因为他拥有3个国家的国籍，他的父母又留下了巨额财产，单单是巴亚尔塔港的公寓就价值150万美元。据说像这样的公寓，他的父亲在墨西哥有好几处，而且在美国和莫斯科都有他留下的房产。尤里只有3岁，他很快就被社会服务部门带走了，但是有4个家庭同时要求获得他的监护权。一个是来自墨西哥当地的家庭，准备领养这个孩子；2个来自美国的家庭，分别是孩子的叔叔和爷爷奶奶，还有最后一个家庭是来自俄罗斯的外祖父母。尤里曾经一直跟着母亲生活，由外祖父母帮忙照顾，所以从感情上来讲，与外祖父母更亲近一些。但是尤里年纪太小，他不能自己做主，所以被指定了一名儿童权益律师，他作为尤里的临时监护人。所以这场监护权的争夺战也变得异常复杂。外祖父母的经济情况很一般，他们为了寻找自己的女儿，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但是女儿又处于失踪状态，生死不明，所以留下的钱和房产也被法院冻结了。除非有一天艾琳娜突然回来，否则这些财产尤里也有继承权。所以由于经济情况的限制，外祖父母没有争取到尤里的监护权，而是与尤里的叔叔达成了妥协，监护权交给叔叔，外祖父母可以去美国探望小尤里，小尤里在每年假期的时候必须回到俄罗斯的外祖父母家，但是旅行的全部费用由叔叔支付。截止2025年10月份，艾琳娜失踪已经5年了，也许真相就藏在那间公寓的墙里，也许她还在某个角落活着，可惜这一切都还是个谜。她的丈夫瓦蒂姆的神秘去世把所有的真相都带走了。那么你猜艾琳娜去哪儿了呢？这里是俄罗斯调查，我用照片讲述真实的故事，感谢观看，下期再见。